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星舰的第7次试飞马上就要来了。星舰的这次发射可不同于以往的前6次，据说这次将是 V2 版星舰的首飞。相比于 V1 版星舰， V2 版星舰在软硬件配置上有了不少变化。另外，由于实验目的的不同，星舰7飞的实验项目也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调整，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V2 版星舰的变化和星舰7飞实验项目的调整。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先来看看 V2 版星舰在软硬件配置上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星舰飞船的变化。大家能够从屏幕上看到，对比 V1 版星舰飞船， V2 版星舰飞船的长度从原来的 50.3 米增加到了 52.1 米，同时船体内货舱的长度却有所缩短。这两项改进的综合结果就是星舰飞船的推进剂装载量大幅增加，对比 V1 版星舰增加了 25%， 达到了1500吨。星舰飞船在外观上的第二项重大改进就是飞船前控制舵面的翼型和安装位置的变化。在前舵面的翼型上， V2 版星舰的前舵面似乎从原来的直角梯形变成了包含前后2条斜边的梯形，舵面的面积也似乎有所减少。在前舵面的安装位置上，从轴线上看，相比于 V1 版星舰飞船， V2 版星舰飞船的前舵面明显前移，更接近飞船的头锥。从横截面上看，两片舵面的夹角有所收拢，这种布置类似于飞机机翼设计中的机翼上反，对改善飞行器的横滚稳定性、飞行稳定性有较大的帮助。同时，这种上反的设计还能让飞行器在空中转弯的时候自动回正，对飞行器的辅助转弯有一定帮助。对于星舰飞船上那些不能直接从外观上看出来的变化，我目前掌握的信息主要还是体现在飞船的热防护、通信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上。据说这次试飞的星舰将配备最新改进的防热瓦。此前我曾经做过3期节目向大家介绍航天器的防热，并针对星舰的 TOF-ROCK 防热瓦用整整1期节目进行了介绍。看过那期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TOF-ROCK 防热瓦是 NASA 的埃姆斯研究中心为 X-37B 星舰 Dream Chaser 等可重复使用航天器专门研发的一种非烧蚀型防热材料。它的各项性能优于原来航天飞机上使用的 RCC 防热瓦，并已经经过 X-37B 多次实验测试。SpaceX 是从埃姆斯研究中心引进了 TOF-ROCK 的生产技术，自行为星舰飞船生产防热瓦。但从星舰的第4、5、6次飞行实验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尽管星舰飞船的热防护性能在持续的改进，但似乎仍然稍显不足。因此 SpaceX 很可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TOF-ROCK 的配方，提升其基本热防护性能。同时，在防热瓦和飞船蒙皮之间的隔热纤维上， SpaceX 也做了改进，以期达到更好的隔热性能。第三，有消息说 SpaceX 还有可能在星舰飞船的局部测试带有主动冷却系统参与的包含 TOF-ROCK 防热瓦和新型隔热纤维在内的新型防热系统。SpaceX 希望利用飞船剩余的低温推进剂作为冷媒，为防热瓦降温，以期达到更好的防热效果，同时提高防热瓦的使用寿命。第四，在隔热纤维和防热瓦在飞船船体上的固定方面， SpaceX 也做出了改进，降低防热瓦的脱落风险。防热瓦脱落现象在4飞、5飞的星舰飞船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在6飞星舰的直播画面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防热瓦脱落的现象，但有消息说依然有少量防热瓦出现了脱落。SpaceX 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第五，有报道说 SpaceX 专门取消了部分原来安装在飞船前舵面下方的防热瓦，该区域原本计划是在未来 Chopstick 回收飞船时在飞船上安装回收之作用的。
取消防热瓦 SpaceX 是为了使飞船的状态更接近于未来飞船的使用状态，同时也为下次筷子回收星舰飞船积累数据。星舰飞船在热防护上的第6点改进就是在软件方面。据说 SpaceX 优化了飞船载入时的飞控软件，改进后的载入飞行剖面将更类似于嫦娥5号和嫦娥6号返回时的打水漂弹道，以期进一步降低飞船返回时的热负荷。星舰飞船在热防护上的6点改进，我觉得真可以说是大面撒网，小眼捕鱼了。不过工程上的问题大多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的。希望在采取了这么多防热改进措施之后，这次的星舰起飞，星舰的热防护性能能够有质的飞跃。除了热防护， V2 版星舰飞船在飞控、燃料供给系统甚至真空版猛禽发动机上也有不少改进，只不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少，难以进行分析，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还是等以后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出来，我再向大家汇报吧。另外，据说这次起飞的星舰飞船在供电和通讯方面也有所改进，但是我觉得这种改进主要还是任务层面的，而不是产品层面的，所以在这儿暂且不谈，待会儿咱们聊起飞任务的时候再说。说完了星舰飞船的配置变化，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超重。目前 V2 版超重的改进似乎不是很大，还是使用的猛禽2发动机，总推力也依然是7590吨。但如果考虑到 V2 版飞船起飞质量的增加， V2 版星舰的推重比似乎是比不上 V1 版星舰的。好在星舰本身的推力冗余就比较大，飞船重一点，整个飞行剖面的时间轴稍稍向右移动一点就行了。还有就是有报道说，这次起飞的超重安装了一台从5飞回收的超重上拆下来复用的猛禽发动机，这件事儿也是任务层面的问题，所以咱们还是稍后再聊。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研制阶段的星舰，超重的主要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提高火箭回收的可靠性和尽快实现火箭复用上。而星舰飞船的热防护还需要有重大的突破，同时飞船载入后的飞行控制也在持续改进。另一方面，飞船的回收和测试实验都还没有进行过，所以摆在星舰飞船前面的路要更远一些。好，前面我已经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 V2 版星舰的变化，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起飞星舰在飞行任务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目前起飞星舰的飞行时序和飞行剖面都还没有公布，所以我只能根据目前获得的信息向大家简要的描述起飞星舰的大概过程。这次星舰起飞将和以往一样，星舰从 Starbase 的1号 Machzella 起飞，在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超重将飞回博卡奇卡，择机用 Chopstick 回收返回的超重。当然，这是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SpaceX 说，如果超重在返回的时候出现任何问题，或者 Machzella 在发射后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取消回收超重的操作，超重将降落在墨西哥湾里。另外，这次起飞的超重的编号是 B14， 在这枚超重上至少安装了一台从回收的 B12 超重上拆下来的猛禽2发动机。看来马斯克是想缩短从回收到复用的链条，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超重的全面复用。当然，对这种事儿，我们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在飞船方面，首先，这次试飞会像星舰6飞一样，进行一台飞船发动机在轨的再点火实验。这项测试估计是为了巩固上次试飞的成果，获得更丰富的数据。在载荷方面，不同于6飞的星舰，载荷仅仅是一根香蕉。起飞星舰携带了10颗模拟的 Starlink 2.0 卫星，目前还不知道这次 SpaceX 是否打算在飞行中释放这些卫星，如果释放，则更接近于未来的使用状态。但是不知道 SpaceX 是否考虑过事后将如何处理这些模拟载荷。大家请注意，
这次星舰携带的模拟 Starlink 卫星是不同于目前 SpaceX 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的星链卫星的。现在发射的是 Starlink 2.0 mini 版卫星，重量大约是700公斤，而星舰所携带的是重量至少是1250公斤的正式版 Starlink 2.0 模拟星。看来马斯克真的是着急让星舰尽快投入使用，来发射 Starlink 2.0 正式版卫星。毕竟大把的钱就摆在那儿，早点发射就能早点拿到钱。在飞船的飞行控制上，七飞星舰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飞船的载入飞行控制。也许我们不能从直播画面上直接看出飞行的弹道变化，但通过载入时飞船迎风面的明亮程度变化，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载入时飞船的受热环境是否有所改善。除了这些，据说七飞的星舰还改进了飞船上的供电，增加了不少摄像头，优化了飞船射频遥测系统和星链通讯系统。这么做是期望在实验中获得更加稳定、全面的信号。对技术人员来说，这项改进对他们获得更全面的数据，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大有帮助。而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这项改进也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更清晰、连贯的直播画面。最后，星舰飞船还是会像5飞、6飞的星舰飞船一样，降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印度洋上。不一样的是，这次星舰飞船将有点类似于4飞时即将降落的超重进行模拟筷子回收实验。根据4飞超重最后模拟筷子回收实验的状况，我们可以推测，这意味着飞船要以厘米级的精度做出在降落点上方短暂悬停的动作。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精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以上大致就是 V2 版星舰的变化和七飞任务的看点。不过，对于星舰，其实还一直隐含着一项不太受到关注的待办事项，它的进展一直不太为外界所知，但对于星舰却极其重要。这就是星舰的减重，特别是飞船的减重问题。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信息， V1 版的超重的干重大概是275吨，这比我原先预计的200吨要重了不少。V1 版飞船的干重是118吨，这也远远超过了我70吨的预计。超重会大幅减少星舰的运载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它未来执行任务。我想 SpaceX 大幅的增加飞船推进剂的携带量，就是解决星舰运载能力不足的手段之一。未来第3代猛禽的推力加大则是另一个手段，但这些都不是根本，最根本的还是要减重。我已经注意到有图片泄露出星舰飞船船体内的框架已经从原来的焊接加铆接的结构变成了冲压结构，这是有效的减重手段之一。但是减重对于航天器而言，始终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话题。希望星舰能够在减重这项工作中取得更多的成果，毕竟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星舰的发射成本。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任何运载火箭系统其实都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射设备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能够直接影响发射或者是回收任务的成败。远的不说，6飞的星舰不能再次回收超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Machzella 受损。All right, now just real quick, we did hear the call out, booster offshore divert. Unfortunately, that means that we are no-go for the catch. As we said before, both the tower and the vehicle, as well as the operators on console, have been actively evaluating the commit criteria for that return to the launch tower. And unfortunately, we did not have a pass on those commit criteria. So we are no-go for tower catch. 在7飞之前 SpaceX 也没有忘记对 Machzella 进行升级和改造，只不过我手头有关这部分的资料还不是很充分，等以后我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会继续向大家汇报。星舰的7飞很快就会到来，到时我会继续进行直播，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让我们一起见证星舰的发展历程。好，
关于 V2 版星舰和星舰7飞的看点介绍，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